只要别失控。心跳不同，爱很有情绪。不懂，不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不断和命运拉扯，和梦交涉。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还要穿破几道城墙，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既不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我只要能坚强，就有全世界的力量。我信仰。不能杀我！进来。陈医生，外面有警察找你，他们说有起案件想请你协助调查。让他们进来吧。不好意思打扰了。不会，我刚好没病人，请坐。不知道有什么能帮你们的？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的病人，叫武安静。请问他是不是犯了什么法？他涉嫌一起女童奸杀案。他真的？你早知道他的意图。陈医生，现在又有另一名小女孩在吴安信手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提供的供词可以给我们线索，帮我们救出这个小女孩。8年前，吴安静来找我，他要我治疗他的娈童癖。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有奸杀女童的计划？吴安静曾经告诉过我，他常常会幻想性虐待女童，甚至杀害她们。但是我没想到他会付诸行动。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我为他做了不少心理辅导，还开了药物给他控制他的欲望。最近他上来找我，也没再提起他的幻想。我以为治疗开始见效，没料到原来他已经把幻想转换为真实了。那你最后一次见到吴安信是什么时候？就是2个礼拜前的星期3。他本来预约昨天下午回来继续治疗，可是没出现。我的护士打电话也联络不上他。他有没有跟你提过，他22年前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一个叫黄芷清的女童？你是说他22年前已经奸杀了一个小女孩？目前所有的证据指向他。我们需要吴安信在这里接受治疗期间所有的资料和记录，协助我们调查。没问题，我等一下会叫我的秘书印一份给你们。谢谢你。没问题。化验结果证实，在吴安心家里发现的药膏，与周小茹尸体上采证的膏状物化学成分是一样的，都属于 Gobetazol propionate， 一种专门治疗像湿疹、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的外敷药膏。吴安信的医生也证实吴安信有白癜风的问题，药膏就是医生开给他的。吴安信的房间发现的那卷胶纸，我已经根据胶纸上的剪痕做了比对，证实装周小茹尸体的箱子所用来封箱的胶纸就是这一卷。同时，我们在这一卷胶纸上也找到了吴安信的指纹。吴安心家里收到的书包也有吴安心的指纹。那22年前遇害的黄芷清，从他身上找到的嫌犯 DNA， 是不是跟吴安信的吻合？我从吴安心家里的剃须机里采取了毛发，然后做了分析比对，证实是来自同一个 DNA。在幼稚园发生了2宗猥亵案，黄芷清和周小茹的奸杀，再加上苏佳佳的拐带，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吴安信。我们已经查过出入境记录，吴安信并没有出境，应该还在本地。可是他可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已经查过了，却半点线索都没有。你没有查到吴安信的背景？吴安信有21年的时间都生活在国外，9个月前才回到新加坡。他当年一定是杀了黄芷清之后潜逃出国。他没有在本地再犯案，
不过他在国外却涉及3起严重性侵犯女童的案件，被判入狱18年，在1年多前才被释放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最近才回到本地的原因。国王好评你空，你们去苏佳佳被拐走的地方，查看路口的闭路电视，看有没有拍到白色货车，并追踪他的行踪。警察 Eric Kenny， 我们去调查吴安心的亲戚朋友，或许有线索。你真的认为所有的罪行都是吴安心所为？所有的证据指向他，没有什么好怀疑的。22年前的案子 ，DNA 的鉴定的确证实了吴安心性侵了你姐姐，极有可能是杀害你姐姐的凶手。但是你不觉得近来这几宗案件有很多疑点吗？如果吴安心已经知道警方在怀疑他，那他为什么还要把周小璐的校服和书包留在家里，而不毁灭掉呢？很多变态的凶犯都把受害者的物品当成纪念品，但是也不需要留在家里，他可以找一些警方查不到的地方。他可能没有机会这么做，又或者过于自信，认为不会被发现。不止这样，根据我的推断，周小茹被杀的时间是在2宗幼儿园猥亵案之间。以犯罪心理学来说，如果吴安心是需要奸杀周小茹才能得到快感，那么他就不可能又去幼儿园做出猥亵的行为，因为那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他。照这方面去想，他的犯罪行为会越来越严重才对。他不是个普通的杀人犯，他是个极度危险的杀人魔，他不会按照牌理出牌的。但是我还是觉得疑点重重。等吴安心被抓，一切会水落石出。经过这几次的团体治疗，我看到大家都很努力在寻求进展，希望能够尽早摆脱忧郁。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个人，他从刚开始不愿意参与，到终于愿意和我们分享他的经历，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这个人就是玉琪。谢谢大家。李医生说的没错，起初我真的很抗拒来这里。当时，我认为没有人会了解我的不幸，我的痛苦，所以我把自己留住到一个无人小岛，不愿接触任何人。幸好有李医生，他不畏惧风浪，把我救出那小岛，我才发现，原来我不是孤独的。这世界有许多像我一样的人，有些甚至比我失去的还要多。其实到现在，我都还是没办法释怀。我太太2年前因癌病逝，留下了我和女儿相依为命，所以我把所有的爱转移给我女儿。不过，她却突然间惨遭不幸离我而去。我不知道自己几时能够走出悲伤，但是至少在这里，有你们听到我的倾诉。每一次我离开这里之后，我的心情自然会轻松一点。团体治疗的目的是希望达到互相了解、互相支持和互相鼓励的作用。当彼此了解了之后，大家仿佛成了战友，一起去面对共同的问题，这比单打独斗要轻松的很多。你肯定玉琪愿意借我？玉琪的精神状况
真的是改善了很多。这一次的治疗有帮助到他。等一下看他有没有拿刀来砍我就知道。一起，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是来看你的。明忠，你怎么会在这里的？我跟玉琪一样，是来接受治疗的。我们已经掌握杀害小茹凶手的身份，相信很快可以把他绳之以法，还小茹一个公道。那你们慢慢谈吧，我先走了。明忠，我和 Ray 还有几个同学，下个星期想上你家，你有空吗？有。那我晚一点再通知你时间。OK。明忠真的是很不幸，太太和女儿前后都离他而去。所以我觉得自己比他幸运很多，至少我有云恩，还有建新。建新，你帮孩子取了名字，有重建新生的意思。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我现在最希望的是带着云恩和建新一起开始新的生活。所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快点好起来。你一定会的。我们会在旁支持你的。谢谢你们。芷婕，真对不起，以前我差点伤害了你。有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没有吗？你刚才还担心人家会拿刀砍你。喂，说什么？东华，等一下要听哥哥姐姐的话，不要乱跑，知道吗？东华，不如你这次不要去了，下一次等爸爸有空，爸爸带你去野餐好不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爸爸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一定会让你去的。不如现在你先上厕所，等一下妈妈再带你去等巴士，好吗？不是说好让女儿参加这次的活动吗？为什么又反悔啦？我想起上一次女儿被人带走的事，我就一直不放心呐。可是那纯粹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啊，不可能因为这样整天把女儿藏在家里吧？可是这些人可不可靠的？他们会不会照顾像东华这样的孩子啊？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这个义工团体啊，经常举办类似的活动，对于照顾像东华这样的自闭儿童啊，是非常有经验的。可是他们有没有接触过东华？他们知不知道他的一些习惯？这些我都已经跟他们说了。那东华要学会独立，我们也要学会放手啊。东华，来，坐下来，爸爸给你穿鞋，穿好鞋之后带你下去等巴士啊。干嘛？不想吃啊？整天愁眉苦脸，杂饭不思的，什么事啊？喂，什么？整天愁眉苦脸的，什么事？还不是为了我的女儿。她什么事啊？她今天早上去参加一个义工团体的野餐活动啊。你担心她不适应？她从来没有一个人独自去参加这种活动的。放心吧，如果你女儿有什么事情，人家会打电话给你的。这样吧，等下吃完之后去找你女儿。真的啊？走走走，不吃了，放下放下，走走走，来，等一下再吃，走走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还有谁要上厕所的？跟我来。走吧，走，小心啊！陈老师，我们在这个上厕所哈。你们肚子饿吗？要不要去吃东西？我们去吃吧，走走走。坐下来，我帮你开。你要不要吃？什么？我要吃雪糕。哎，快住！在这边等我，不要乱跑 ，OK？
雪糕。台中啊，我们那边还有很多东西吃，而且啊，雪糕吃多了肚子会痛的。我们回去吧，走吧走吧。我要吃雪糕，我要吃雪糕，我要吃雪糕。姐姐买给你，你要哪一个？ Jane，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听说你在这里当义工，就过来看看啊。哎，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我把一个小女孩弄不见了。怎么发生的？刚才她看到雪糕车就跑了过去，然后我就追了上去，把小女孩留在这里。回来的时候，小女孩就不见了。那其他人呢？其他2位义工带了其他的小孩去了厕所，只剩下我们3个。好，你不要慌。 他应该走不远，你可以形容一下他是长什么样子吗？他大概那么高，长头发，穿着粉红跟黑色线条衬衫，还有白裤子，还有他是个自闭儿。他叫什么名字啊？带动画。我女儿在那边。嗨，带动画是我女儿，她在哪里啊？她失踪了。失踪？对不起啊，我只是走开一下子，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对不起。 快把我女儿交出来！居民，冷静一点。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找人要紧。你有没有你女儿的照片啊？她才刚刚不见，应该走不远，我们分头找吧。你留在这里，其他人回来之后，你就把事情告诉他们。哦。动画。动画。 动画从来都不会一个人走开的。哎，我们分手找吧。动画，动画，动画。我认得他开的那辆白色的货车，车牌号码是 GT 8918S。那开车的是不是吴安心？当时司机戴着棒球帽，看不清楚他的样子。谢谢你，我们已经通知警务人员注意这辆货车，货车有可能会经过的地方，我们会设下路障，相信很快有消息。 你怎么？只是一些皮外伤。心仪她刚才擦伤了手，应该也只是皮外伤，没什么大碍。你真的很关心她。我喜欢她。你真的很直接。喜欢一个人本来就应该坦荡荡，躲躲藏藏的感觉太累人了。好好对心仪。 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你这么说，是选择放弃吗？我还能怎么样？
决定权不在我的手上。况且，他也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决定。你误会了，我和心怡都还没走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机会是平等的。如果你真的喜欢心怡，就不要选择放弃，加把劲把她追回来，因为你遇到的情敌，我是宇宙最强。 SOGS, the one and a half day, maybe 5 minutes. SOGF 4, is Golf Division searching also? Yes, sir. Sir, vehicle spotted along Lornie Road. Noted. Staff Ada, pull the footage up. Yes, sir. Site confirmed. Vehicle is spotted moving along Lornie Road. Okay, good. Proceed to track the vehicle. Roger, sir. SOGS 5 and 6, proceed to track the vehicle.上头已经发出通缉令，要我们全力逮捕吴安兴 ，CID 会负责这一次的行动。同时，我们警署的同事也会加入，一起协助调查。现在我把时间交给芷婕，她会向大家报告我们目前为止对嫌犯行踪所调查到的线索。我们在 Andrews Avenue 发现吴安兴的货车，并第一时间在附近地区搜查，不过没有发现吴安兴和受害者戴东化的行踪。我们推测吴安兴是在汽车之后带着戴东化乘搭其他的交通工具离开那里，暂时还没有办法确定他是否事先已经准备好另外一辆车子，还是乘搭德士离开。我们已经跟德士公司巡查了。这3颗珠子是在货车乘客座位找到的。戴东化的父母认出是属于他的玩具的一部分。另外，我们也在车内发现了一张传单，这张传单是属于一间汽车打蜡公司的。据负责人说，他们通常在公司附近工业区停车场派传单。传单通常都会放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我想吴安兴是看了传单之后，顺手把传单放在车里面。我们有理由相信吴安兴的藏身处是在工业区里，所以需要警署的同事在那里协助我们进行搜索行动。没问题，我们会加派警务人员在周围巡逻，也会在附近的道路设下路障。现在最令人担心的就是那2位被抓走的小女孩，不知道是否已经遭到吴安兴的毒手。所以时间紧迫，必须要马上找到吴安兴。现在马上行动。Yes, sir. 有没有吴安兴的下落啊？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他有可能匿藏的地方，并且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人。那东化呢？有没有他的消息？他是不是还在那个男人的手上？还是已经？现在警方还没有东化的消息，不过我们相信吴安兴已经知道警方在通缉他，相信他应该不会轻举妄动的。你不用安慰我们了，我不是第一天当警察。要怪都怪我，为什么让他去野餐？不让他去不是没事了吗？这不能怪你，有错的话一定是我啊，是我劝服你让女儿去这个活动的，都是我害了我们的女儿。
要自责了。我们是应该让东华学习独立的，要怪，就怪他在不对的时间出现在不对的地方。姚家，可以让我参加搜捕行动吗？可是梅登不是说要你在家休息吗？我知道他是担心我的情绪会影响我的判断力，可是我不能只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的。好吧，那我跟梅登说，我会负责看住你的。谢谢。可以找到的。这是动画玩具里的珠子。Sir， 这里有个纸箱，和在树林里发现的纸箱一样。是苏佳佳。后来欧阳发现那里有个纸箱，是我亲手把纸箱打开的，发现苏佳佳的尸体在里面。那这里就交给你，谢谢你。走吧。看看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好的。Sir， 有什么发现？我们发现苏佳佳被拐走之前身上穿的衣服，还有背的书包，少了一样东西。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之前在吴安兴家也没收到小茹失踪时穿的内裤？吴安兴留着他们的内裤干什么？那也许是他引以为豪的战利品。
检验报告已经出来了，待会文玲会呈上报告给你。对了，吃完午饭后，我和几个同学会去探访明忠。我会带你向他问候的。拜拜。你好，给我3包咖啡跟5片咖椰裸地。哎呀，你干嘛？放手啦！没有什么关系嘛。放开我啦！少掉一块肉。哎呀！先生，请你放开这位小姐。关你屁事啊！我是警察。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哎，没什么。谢谢你啊，警察先生。警察先生，来吃饭啊？是的。天气那么热，不如来瓶啤酒凉快一下吧。不要了，谢谢。哎呀，就算做好心，帮帮我吧。真的不要。一家大小都靠我卖啤酒养他们的。这个女人是 Stanley 公寓闭路电视里拍到的同一个女人。你是郑连松的老婆？是啊，都是你们这些警察啦！要不是你们把她抓去关起来啊，一家大小的担子就不会全都落在我身上，我都不需要在这里卖啤酒了。我们警方是公事公办。要是 Stanley 没有死就好了，他真的对我很好的，每次见面都会买东西给我，而且都是名牌，不像我那老公吝啬的要命。他这么有钱？是啊。Stanley 跟我说，他有一棵摇钱树，只要摇一摇啊，钱就会自动飞进他的口袋。这则是 Stanley 发给陈彦君的简讯。这2个人要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就是这洋人掌握陈彦君什么见不得光的把柄。那你知道他指的摇钱树是谁吗？这个他倒没有说，只是说有这个人的把柄在手上，好像是有什么特别癖好的啦。要是被公开了，就会身败名裂的。文玲，那天在工业区有查到什么吗？现场找到的毛发经过 DNA 比对，证实是属于苏佳佳和周小茹的。没有带动画的吗？没有。那就是说，有可能他还没有遇害。我们查吴安心查得那么紧，他可能没有机会下手。他剪这些女童的头发有什么目的啊？蓝天怀疑吴安心收藏小孩衣物当战利品，或许头发是战利品的一部分吧。吴安心是个心理变态狂。不过有一点还蛮奇怪的。什么？不管在吴安心的货车，或者是工业区的单位那里，我们都找不到他的指纹。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一定是吴安心为了掩饰罪行擦掉的。他根本没有必要擦掉的，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警方在通缉他，擦掉指纹就显得多此一举。他可能以为只要把指纹擦掉，我们就没有办法指证他。可是他却摆明一说，留下吃了一半的苹果，上面一定有他的 DNA。你错了，苹果不是他吃的。经过 DNA 比对，证实苹果上的 DNA 不是属于吴安心的，而是另外一个身份不详的男子。这么说，吴安心可能有个帮凶。哇，这个案子好像越棘手了。谢谢你们专程来看我。老同学，应该的。你的精神看起来不太好啊，这几天是不是都没好好睡啊？我一躺下就梦见小茹，你叫我怎么睡得着啊？过了2天，是小茹的生日了。我本来打算以她最喜欢的妮妮猫为主题，帮她办一个特别的生日会，给她意外的惊喜。小茹有多喜欢妮妮猫？是不是连贴身的衣物都是属于同一个系列的？她所有的衣服都一定要有妮妮猫的图案。也就是说，她失踪的时候，也是穿着这个图案的内裤。你为什么会这么问？这也许是个很重要的线索。你还留着小茹的衣物吗？有啊。还查到其他什么吗？在单位的地毯找到的木屑，证实是属于杉木的。杉木有什么用途？用途很广，从建筑、造船、家具、器具等等都会用到。啊，那么多？有没有查到工业区的单位是属于谁的？属于一个叫胡培发的商人的。他跟吴安心是什么关系？
他的单位是非法出租的，他完全没有见过对方，全部都是用电子交易。租一个这样的单位应该不便宜，以万兴的收入应该负担不起。那一定是这个帮凶出了钱。我们可以调查胡培发跟这个租客的通讯记录，或者是银行电子转账记录，从那边追溯到租客的身份。Ma'am， 这部分麻烦你和你的组员帮忙调查了。没问题。其他人跟我一起去调查吴安兴的男亲戚和朋友，重点是查出他们是否从事与木材有关的行业，而且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还有问题吗？没有。散会。姐，你怎么来了？蓝天在吗？我刚跑步回来不久，没见到他，怎么了？是他约我来这里的。为什么会约在这里见面呢？不清楚。怎么，没人接？你肯定你没有见过他。会不会是他来的时候看到没有人就先走了？可能吧。那我先走了。嗯。对了，如果你看到蓝天，叫他马上打电话给我。好的。
蓝天。 Not available. Your number will be sent by. 柏林，没有见到蓝天。他还没来，他每天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到了，不知道这天为什么会迟到。找他有事吗？他昨天傍晚 SMS 我说发现吴安心的行踪，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不过手机已经关了。你有没有去他家里找过他？他昨天一整个晚上没有回家，手机也关了，联络不上他。对了，昨天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我昨天上午见过他。啊，他下午说约了几个大学同学去周小茹的家探望他爸爸。对了，我怎么没想到？谢谢你啊。 蓝天昨天下午和几个朋友来看我。他几点离开的？大概4点半左右吧。他是在那个时候 SMS 我的。他有没有说去哪里？没有啊。蓝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从离开你这里之后就音讯全无了。对了，他临走时跟我要了一件小茹的衣物。他要他的衣物干嘛？ 他说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他怎么会这么认为呢？我也不知道。我告诉他，小茹生前最喜欢的是妮妮猫，她连什么衣服都要有妮妮猫的图案。他一听了就反应很大，跟我要了一件。啊，我可以跟你拿一件小茹的衣物吗？可以啊，我去拿。 陈医生在吗？在里面。哎，子杰，找到蓝天了没有？还没找到。 Jasmine， 昨天我去跑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魏先生？我没有见到他。他真的说要来这里。他 SMS 我说有重要线索要在这里汇合，你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线索吗？我不知道。那你知不知道吴安心有没有收集小孩衣物的习惯？ 他从来没提过，不过一般患有娈童癖的病人是有可能有这样的喜好。你闭路电视的录像带可以给我带回去吗？都是那份光荣，冲动只要别失控。不懂，不期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不断和命运拉扯，跟梦交涉。我照着我的方向，逆着光，还要闯破几道城墙。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寂寞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我只要。